认亲回家第一天，亲弟弟嘲讽我是土狗，亲爹对着我一顿阴阳怪气，亲妈还要把我送给别人当上门女婿。我不仅不难过，还想抱着他们的大嘴当舔狗，只因亲妈出手太阔绰，直接给了我一张银行卡。我要烟牌。我拿出手机输入卡号和密码，仔细核对了卡上余额，还没有问题。每个月给你100万，你不用真把我当妈，在外人面前演像点就行。老板放心，您就瞧好吧。刚认回来的亲妈没想到我会是这阵仗，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。起来，别乱说话。虽然不用真把我当妈，但一句妈还是要叫的。好的，妈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利落的起身，大理石的地板硌得膝盖有点疼，但我脸上的笑一点没垮。一年1200万，别说让我演母慈子孝，就是让我当场来个狗叫，我都能嘹亮的叫唤几声。柳晨，丑话说在前头，在家你弟弟刘宇才是我儿子，是柳家的继承人，你只是个外人，要记住自己的身份。您放心，只要钱到位，我就是我柳哥的狗腿子，必须给他伺候到位。就在这时，刘宇从别墅2楼下来吃饭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不加掩饰的鄙夷。这就是我那个失散的哥哥，穿的什么玩意儿？看着就是只土狗。我低头看看自己，确实是一身地摊货，但也不伤风败俗啊。按照短剧的一般套路，此时我应该勇敢反击。在经过一番有勇有谋的口枪舌战后，成功维护了尊严，并得到柳家人的赏识。但我不是这样的人，兜里的银行卡可还没捂热乎呢。看人真准，咱打小就在农村长大，今天赶猪，明天撵鸡，可不就是土狗吗？哥哥不哥哥的，那都是给外人看的。以后您就是我哥，兄弟还指望您老吃香喝辣呢。说完这段话，我低下头开始胡吃海喝，而这一顿谄媚则让刘宇愣在原地，张着嘴半天没憋出一个字，看着我的吃相。一旁的亲生父亲凌霄华皱起了眉头，乡下回来的就是没规矩，一点餐桌礼仪都没有。我不动神色地啃着奥龙，悄悄翻了个白眼。知道现在把你认回柳家是干什么的吗？老板您请讲。柳家和顾家马上就要联姻了，虽然那个顾晴岚有几点本事，但她是个被完胜的破烂，入不得柳家的门。可两家的合作关系必须要维持，所以由你去做上门女婿。就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原来在这儿等着呢。这是个大活，得加钱。柳如意愣了一下，随后笑了起来，拿出一张新卡推给我。成交，卡里的3000万是预付款，每个月再给你50万精神补偿，只要你能把顾家稳住，以后柳家的家产我给你20%。妈妈您放心，甭管那顾家小姐是什么成色，咱一定给她盘得锃光瓦亮。第二天，我在一家私人会所见到了顾晴岚。你就是柳家找回来的那个在乡下养猪的土狗？柳家送个猪老过来，是准备把我当猪喂？包厢里的男男女女哄堂大笑，我一点不在意，淡定地端了杯酒坐下。顾小姐说笑了，养猪这活儿可不轻松，又要体力又要技术的，但伺候您可就简单多了，只要钱给够，土狗可是最听话的。顾晴岚有些诧异，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，她明显有了兴致，坐直身体正要说话，包厢门却被推开，一男一女闯了进来。晴岚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真要用和一个土狗结婚的方式来报复我吗？是啊，晴岚，我们那天只是喝多了。顾晴岚的脸瞬间黑了下来，因为这两人一个是她闺蜜，另一个是她的初恋白月光。1个月前两人乱搞时被顾晴岚当场抓包，心灰意冷下才松口同意了联姻。而两人发现顾晴岚这个钱袋子要飞，急忙跑来想挽回。你就是那个谁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给你500万，赶紧跟老娘滚回乡下去。要是你开价5个亿，我可能真会考虑考虑，但就500万，看不起谁呢？两位请注意言辞，我现在是顾小姐的未婚夫，是柳顾两家家长认可的婚约对象。你们一进来就砸钱让我滚蛋，是看不起顾家，还是看不起柳家，还是在侮辱我的职业素养？我这一通话让两人都有点懵，下意识跟着我的对话节奏走。什么职业素养？照顾和保护顾小姐是我以后的工作。现在我的金主，我的未婚妻正在喝酒解闷，你们进来又哭又闹，还砸钱赶人，严重破坏了我的工作环境。你这土狗怎么配得上晴岚？我和晴岚一起长大，感情深厚的很，哪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在今天来赴约之前，我就仔细研究过顾晴岚的资料，对付这两人简直手到擒来。感情深厚，深厚到能和她的闺蜜滚床单，我挺好奇你们怎么有脸来这闹事的。我回头瞥了一眼顾晴岚，她正饶有兴致的看戏，没有一点要插手的意思。你们两个之间的破事儿我懒得管，和顾小姐以前的纠葛我也不想问，但现在你们别想吃回头草，顾小姐这草归我了，谁都别想动。我强势的主权宣告一时镇住了对面两人。沉默一会后，两人突然换上一副可怜的表情，直接对顾晴岚本人哭闹。晴岚，现在这个土狗就敢这么大口气，以后还不得作威作福？是啊，晴岚，我们3个毕竟都是一起长大的，你就看着他一个外人这么说我们。你俩闹够了没有？保安，把他们撵出去，剩下的人也都散了吧。说到这里，顾晴岚顿了一下，转头看向我。柳晨是吧？你留一下。你说什么？你为了这个土狗？话还没说完，渣男贱女就被包厢里的人赶了出去。没过多久，包厢里就只剩了我和顾晴岚。刚才嘴皮子挺利落啊，想要什么奖励？我平生最爱这个环节，立马打开手机收款码递过去。顾小姐，刚才那一出渣男前任，绿茶闺蜜防御战属于高危作业，得加点高危补贴。就凭顾小姐您的格局，肯定不会随便意思意思的吧？你怎么这么俗？就只想要钱？要钱不好吗？比起满嘴全是真爱，心里全是算计，图钱的才最干净吧？柳晨，你真是个奇葩。
他。走，姐带你去嗨。那天下午我到底没拿到高危补贴，顾晴岚带着我去商场给我置办了几套高档衣服和几块名表，甚至当场提了一辆豪车，晚上还一起到她指定的餐厅用餐。正当我拿着刀叉和一块半生不熟的牛排死磕时，顾晴岚的手机响了，她看了一眼直接挂掉，手机再次响起时她直接按了静音。又是白天那两人不接吗？怎么你不吃醋？我为啥要吃醋？你们男人不是挺介意这个吗？顾小姐，我只是来上班的，做你老公是我的岗位，不是我的身份。只要工资准时，福利到位，别说多一个二老板，就是再来个3、4、5、6，咱也能乐呵呵的给供着。这方面请相信我的职业素养。柳晨，你就这么爱钱？当然，顾小姐，我们之间你是老板，我是牛马，只适合谈钱。联姻这笔生意，你出钱买清净，我收钱办事。我不图你的人和你顾家的生意，我只图钱。顾晴岚盯了我一会，然后把手机给了她的随身助理，把那两人的一切联系方式清理掉，以后不要让他们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好的。我突然觉着这桩婚有点意思了。合作愉快，很好，大合同到手，这就有力气，满是超能力的味儿。晚上回到家，我把各种奢侈品直接摆在客厅里，一边搜索相关物件的价值，一边思考怎么把这堆东西变现。就在这时，我那便宜弟弟刘宇走了进来，他直勾勾地看着这一堆名表、衣物、车钥匙。柳少有兴趣？今天下午刚入手的新鲜物，一共估值800多万，咱打个折600万，这些东西都归您，怎么样？我是真心想把这些奢侈品转给刘宇，这些东西对咱这个土狗来说，无非就是黄金狗链，不如变现来的实在。刘宇却只是白我一眼，径直离开。那只能先挂网上慢慢卖喽。几天后，顾晴岚带我参加一个规格很高的酒会，一个造型团队围着我转，收拾妥当后，我竟然也是人模狗样，有了几分斯文败类的味道。顾晴岚也是一身精美晚礼服装扮。我给你买的东西怎么样了？挺值钱。小子，再敢把我给你的东西拿出去卖，老娘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还好顾晴岚没在这事上过多在意。我们一起进入宴会厅。紧张吗？紧张。当年为了摆摊挣点小钱，天天在火车站、夜市和城管打游击，除了胆大心细，还得脸皮厚。就厂子里这些个装模作样的，我紧张个啥？行，柳晨，你这副混不吝的劲儿对我胃口。然而没想到凌霄华和刘宇也来了酒会，我正准备拉着顾晴岚离开，却看到他们两人堵着一个中年人交谈着什么。那位中年人我认识，背过的资料里说他是某个商业大项目的核心人物，而且顾晴岚正在争取这位李总。我带着顾晴岚靠近几步。李总，您可要好好考虑。老话都说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。顾家那丫头李子早烂透了，哪是个能做事的样子？这项目交给她，那不是等着砸手里？见李总露出迟疑的神色，凌霄华趁热打铁：您看这个项目不如我们合作，我负责牵线，我儿子刘宇负责具体落实。有我们林家在，您还不放心吗？听到这，顾晴岚脸色瞬间阴沉，正要走过去，我一把拽住她：用不着你去，你是老板，我才是干活的。说完，我大步向前。爸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一嗓子吸引了半个会场的注意力。凌霄华看到是我，立马黑了脸：要什么叫没规矩？爸，平时你也就是喝喝茶，公司的事儿什么时候经手过？我妈不止一次说过公司的事儿别插手，你连家里仆人的工资都理不清，懂什么项目？在这儿装大尾巴狼呢？你个王八羔子，你胡说什么？爸，喝杯酒顺顺气，你要是有个好歹，还得我妈掏医药费。说完，我没再管凌霄华，直接转头看向李总。李总，不怕您笑话，我柳家的男人都差点意思，而顾小姐的能力在圈里有目共睹，背后又有顾家和我妈柳如意女士的支持。您是生意场上翘楚，肯定知道商场如战场，最后拼的还是真金白银的资本。刘晨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要造反啊！李总扫视着在场几人，似乎是看明白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。带着笑径直走向不远处的顾晴岚。柳少说的有道理，顾小姐改天把合同细节敲定就签了吧。酒会结束，我就安排助理去对接，您放心。我没理会凌霄华气急败坏的咒骂以及刘宇怨毒的眼神，淡定的回到顾晴岚身边。顾晴岚上下打量着我，突然牵住我的手，走，我们去个地方。顾晴岚带着我来到江边，晚上有些风大，我把自己的西装外套披到她身上。刚才为什么帮我？拿钱办事儿呗，你是我老板，不帮你还能帮凌霄华？你生意要是黄了，以后我吃谁去？从小到大没人这么维护我，爸妈走得早，爷爷对我要求很严格，如果我不优秀，就只是个联姻的工具，我只能在商场里拼出自己的未来，外界怎么评价我都无所谓，但我不能输。从小到大也只能和那两个人说说真心话，却没想到他们两个也……我瞬间明白了，这就是有钱人的烦恼，什么都不缺，只缺爱。顾晴岚，你是不是多少有点毛病？这世上没有永恒的感情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谁对你好，你就对谁好；谁不给你好脸，你就让他滚蛋。你是顾家大小姐，掌握着那么多的资源和钱，还在这儿矫情上了？应该是从来没人敢在顾晴岚面前说这些。她呆呆地看着我，张张嘴想说些什么，但脑子还没夹在好。我没等她反应过来，继续开口：你看看我在乡下那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找到亲爸亲妈，结果回来就是给人替婚当上门女婿的。但我不在意，因为我清楚，只有有了钱才能活得像个人。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就是你的底气，有的是人排队来爱你。你看我不就在这儿吗？顾晴岚看了我很久，突然笑了。刘晨，你真是个财迷。我确实是财迷。等顾晴岚整理好思绪，我把车开过来准备回去，正等着顾晴岚扣好安全带，她却突然靠近了我。我会一直都很有钱，我保证。
柳晨，我要你一直给我干活。说完，顾晴岚亲了一下我的额头，然后退回到副驾驶上，大手一挥，狗子，开车。我抱着方向盘一动不动，思考了许久后，看向顾晴岚，老板，我们还没结婚，按照工作流程还没到卖身的阶段，所以刚才你啃我的那一口得加钱。死财迷。1个月后，我和顾晴岚按计划举行婚礼，整个婚礼可以说是相当的简约，毕竟一个是名气不佳的大小姐，一个是乡下来的土狗上门女婿，来宾也只有一些柳顾两家的亲属好友。不过我和顾晴岚不在乎，就连新婚当夜，我和她都是分房睡的。你真接受分房睡？当然了，我怎么能和老板睡一张床？我还是清楚自己的身份的，真要睡一起，可就是另外的价钱了。真是财迷人设不倒，睡觉去了，你自便。婚后住进顾家别墅，我发现家里的保姆都有点看人下菜碟，觉得我是软饭男，不仅日常做事怠慢，买东西还故意报高价吃回扣。这天采购清单递到我手里，我扫一眼就看出价格高的离谱。各位，我以前在乡下摆摊儿，算账比谁都精。你们有些小心思，我懒得管，但别太过分。我当场重新核对了价格，把虚高部分全砍下来，并定下了规矩：以后所有采购必须要有发票，每月账目公开，省下来的钱拿一半出来给大家当奖金。再敢吃回扣耍心眼的，直接卷铺盖走人。一帮佣人瞬间老实，再也不敢在我面前耍小心思。家里开销1个月省出小10万。顾晴岚回来听说后笑得直不起腰。你可真行，这才结婚没多久就把我家佣人治得服服帖帖。既然老板觉得我管家管得好，要不发一下月度理财奖金？奖金没有，卡随便刷。你这财迷属性算是没救了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年底，顾家照例要举办一场家宴。顾晴岚父母早逝，爷爷也深居简出，旁支亲戚一直虎视眈眈。每次家宴对顾晴岚来说不亚于一场渡劫。说是家里人一起聚聚，谁不知道他们那点小心思？一个个脸上笑眯眯，端得一副长辈样，背地里恨不得把我扒皮抽筋。老板，这场家宴你只管享受美食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不过嘛，你懂的。顾晴岚看着我挤眉弄眼的神情，没忍住气笑了。行，只要你能镇住场子，出场费100万，撑场成功再加100万。当天家宴现场，顾家旁支坐了一片，个个等着看笑话。二叔公顾明山率先发难：晴岚，你随便找个赘婿就算了，还让他上桌，顾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顾晴岚当真按我说的头都没抬，只管吃着桌上的菜。我不慌不忙地整理了一下衣领，才笑着看过去。各位，今天我不以晴岚丈夫的身份说话，而是以顾晴岚全权代理人的身份说话。首先，今年顾氏集团盈利同比上涨37%，全是晴岚一个人扛下来的。你们在座各位，谁给公司赚过1分钱？你一个书都没念几年的，懂什么？顾晴岚，你就这么放任他对我们大放厥词？二叔公，别打扰晴岚吃饭，咱俩话还没说完呢。最近3个烂项目可全是二叔公你们私下插手搞亏的呀，给公司造成损失超2亿了，这我没瞎说吧？你胡说！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管顾家内务？我是没资格，但钱有资格。晴岚能给顾家赚钱，你们只会拖后腿、挖墙脚。现在要么安安静静吃饭，支持晴岚，要么我立刻打电话让法务组清算你们这些年侵吞公司资产的账。在场的一帮人见我要打电话，脸色全都白了。顾明山也没敢再出声。顾家要的是能做事的人，不是只会窝里斗的蛀虫。以后谁支持晴岚，分红和福利只多不少，谁搞小动作，直接滚出顾家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乖乖坐下吃饭，一直到家宴结束都没人再敢闹事。回家后，顾晴岚终于放下了维持了整场家宴的高冷架子。可以啊，柳晨，你这气场直接高他们2.8米。那是你一直顾忌他们是顾家人，不想彻底撕破脸皮。我和他们可没这层血缘关系，来一个我骂一个。给你转了300万，多出来的就当奖金了，下次这种局还带你。保证随叫随到。之后我和顾晴岚过着平静的生活，她负责赚钱养家，我负责貌美如花。就当我以为日子会这么过下去时，柳家出事了。林霄华和刘宇2人联手，把柳家的一大笔流动资金投给了一个新锐科技项目，结果项目方卷款跑路，又赶上柳氏集团一批项目结算，柳家的资金链直接断了。这天晚上，柳家3口子整整齐齐坐在顾家别墅大厅里，3个人的状态都很憔悴。晴岚啊，这次是我看走了眼，现在你顾家流动资金充足，咱们又是一家人，能不能给柳家注资10个亿？这种大事我听柳晨的，毕竟他是我老公。顾晴岚把问题抛给了我，3双眼睛瞬间盯着我。出于对工作的尊重，这个问题我得正面回应。这钱不投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不投钱。整个柳家除了我妈，你和刘宇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晴岚的钱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拿我的钱去给你们的失败买单，想得美！你个白眼狼，要不是柳家，你还在乡下喂猪呢。别扯这些没用的，为什么把我找回来大家都清楚，你们付钱我办事儿，现在还想让晴岚往外掏钱，你们想屁吃？柳晨真的不行吗？我看着这个生了我的女人，内心毫无波澜。当初你们把我找回来，就是让我和顾家联姻，稳住2家的关系，我都做到了，现在却要顾家当冤大头，填你们柳家的无底洞，这活我不接。林霄华气疯了，猛地站起身就要发作。顾晴岚眼疾手快，立马招呼保镖过来。来人，送客。柳家人被赶走后，事情并没有翻篇。没出几天，柳家买的通稿铺天盖地的袭来，不是骂我是罔顾亲情的白眼狼，就是说顾晴岚的私生活多混乱，全网都骂我吃柳家的饭却砸柳家的锅。顾氏集团也受到了很大影响，股价一跌再跌。在这风口浪尖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来到顾晴岚办公室，她满身疲惫，
看到我脸上硬挤出一个笑容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这点风浪不算什么。我心头莫名一暖，没多说什么，只把一个手机递给顾晴岚。第二天，一些录音被陆续放到网上，录音内容就是我刚回家那天柳家人在饭桌上说的话。从柳如意给钱安排我去联姻，到凌霄华和柳如意对顾晴岚的嫌弃，事无巨细，舆论再次被点燃。只是这次不再是一边倒的口诛笔伐，有人继续骂我白眼狼，有人却觉得我情有可原。舆论开始分化，顾家的公关团队跟着发力把谁搅浑，慢慢等风头过去。你这几乎是录了全程啊，怎么想到录音的？这叫工作留痕。认清第一天查询完卡上余额后，我还在手机上点了几下，就是那时录的音。一开始只是怕柳家人过河拆桥，想着录音留个凭据，要是他们真说话不算话，靠这些录音也能捞个仨瓜俩枣。没想到现在还能派上用场，真有你的。3个月后，舆论渐渐平息，顾氏集团的股价也涨回到原位，柳家已经破产清算，柳如意把全部家产拍卖变现，带着柳家人移民出国了。这天晚上，我看着餐厅一桌丰盛的晚餐和一个硕大的蛋糕，一脸疑惑。今天是你生日，就不给你摆酒宴庆生了，咱们就在家过。我无所谓，多少年都没庆过生了，这桌晚餐我就当是员工福利了。你还真是适应良好啊，来喝一杯。或许喝酒真的能助兴，也可能是酒壮怂人胆。我和顾晴岚喝着喝着就滚上了床。第二天醒来，我看着床单上的一抹红色，有些诧异，抬头看向顾晴岚，她下意识移开了视线，脸上还残留着绯红。我们默契的什么都没说，生活还要继续。我这个误入豪门的土狗一心搞钱的日子也还没结束。